車廠為咗生存，唔能夠避免研發電動車。喺日本車廠裏邊，最早期正式推出量產嘅電動車嘅係三菱同埋日產。三菱喺2009年推出咗 iMIV， 而日產就喺2010年推出 Leaf 凌風。呢一款車最新版本係2017年發售嘅第二代，2025年秋天就會推出新嘅第三代。呢一架亦都係日產嘅主力電動車。咁早推出電動車嘅呢兩間公司竟然追唔上時代。日產打算同本田作經營統合，而三菱亦都考慮加入。以燃油車得天下嘅日本車廠正面臨最大嘅難關。最新日本成上集介紹咗日產、本田、三菱打算作經營統合嘅一啲背景。呢一集就會講解日產喺近20年嘅失策，同埋本田點解想同日產合作。日產致力研發電動車，一如頭先介紹，早喺2010年推出自己公司首部純電動車 BEV 嘅凌風。喺美國同埋日本發售。凌風係冇配置引擎，完全依賴車載蓄電池組為摩打供電產生動力嘅車，而且曾經成為全球銷量最高嘅純電動車。咁樣可見日產呢一個策略取得一定嘅成就。另一方面，日本最大嘅車廠豐田喺1997年推出混合動力車嘅 Prius， 係以引擎同埋摩打推動嘅混合車款，當時大受歡迎，更加成為荷里活明星嘅座駕。而第二位嘅本田，亦都喺1999年推出混合動力車款嘅 Insight 洞察者。日本首兩位嘅車廠先後推出混合動力車款，確立咗日本擅長製造混合動力車嘅形象。而講到去日產，喺2000年推出具試驗性質嘅混合動力車 Tenno Hybrid， 限定發售100架。之後發售新款混合動力車已經係10年之後嘅事。喺2010年推出 Fuga 風雅嘅 Hybrid 版。但之後就冇推出新嘅車款。要研發全新動力嘅車款，當然需要龐大嘅資金同埋大量人才，但當時嘅日產並冇餘力作研發。詳細就要講返去1999年同法國車廠雷諾作資本合作。1999年3月27號，日產同埋雷諾達成資本合作關係，成為佢嘅旗下公司，並且着手進行重整計劃。當時日產就孭住超過2兆日元嘅有息負債，喺1999年會計年度出現近7000億日元嘅淨虧損，瀕臨破產邊緣。雷諾派遣嗰陣時做副總裁嘅卡洛斯戈恩去出任最高負責人，佢就即時實施重建計劃、日產復興計劃，並且取得顯著嘅成效。第2年就轉虧為盈，獲得嘅利益超過3300億日元。去到2003年，完全還清負債。營業額就從原本嘅6兆日元增加1倍，去到12兆日元。戈恩主要針對削減支出同埋減少浪費，令到公司轉虧為盈。對於研發新款汽車，並唔係放喺第一位，加上冇混合動力車款迎合市場需求，為咗令公司避免破產，呢一個做法係無可厚非，但係就種下咗禍根。另外，開拓中國市場同埋改善喺美國嘅品牌形象，令銷量由1年嘅250萬架提升到570萬架。當時銷量海外就佔90%，而中國同埋美國市場欠佳，就令而家嘅日產業績低迷。睇睇日產2024年上半期嘅業績，北美市場錄得40億日元赤字。而家美國嘅電動車潮已經過去，跟住嚟嘅就係混合動力車潮。日產喺2000年代前後冇致力研發好似豐田同埋本田嘅混合動力車，由戈恩引領嘅日產選擇咗研發比較另類嘅混合動力技術，名為 ePower。喺2016年推出第一款採用 ePower 嘅車款 Note。一般嚟講，混合動力車係按照情況而分別以引擎或者摩打嚟推動，特徵係節省燃油，即係慳油錢。而 ePower 用引擎只係用嚟發電，提供能源俾摩打，再去帶動架車，係串聯式嘅系統。ePower 適合短程同埋中低速嘅行駛，喺市區裏邊充分發揮優勢。但喺高速公路上面長時間以高速行駛嘅話，反而更加嘥油，對用家完全冇好處。ePower 就比較合適日本嘅交通環境，但喺美國郊區同埋喺高速公路行嗰陣時，完全發揮唔到性能，冇晒魅力。睇睇截至2024年10月嘅數據，
e-Power 喺全球嘅銷量突破150萬架，喺日本就賣咗117萬架，接近80%。歐洲就14萬，中國就係6萬，其他地區就係15萬。喺海外嘅銷量只係佔2成幾，難以講係一個成功嘅系統。而另外主流嘅混能系統有並聯式同埋串並聯式，加速嗰陣時就偏向會用較擅長嘅摩打，以引擎就係做輔助。採用呢兩種方式嘅車款，而家喺美國就掀起熱潮，連電動車都比唔上。日產嘅 e-Power 唔能夠乘住混合動能車嘅潮流，失去咗良好嘅商機，更加令到公司陷入困境。睇睇而家日本3大車廠推出嘅 BEV 純電動車嘅車款，豐田就推出咗同富士即 Subaru 共同研發嘅 bZ4X 同埋 C-Porter 呢兩款，而本田就只有 N-Van E 呢一款係輕型車，就即係大受歡迎嘅 N-Van 嘅電動車版。日產嘅車款就比較豐富，總共有3款，除咗2010年推出嘅凌風，仲有 Ariya， 同埋喺2023年推出嘅輕型車 Sakura 櫻花。呢一款車極受歡迎，喺日本國內大賣。喺全球不久將來禁止銷售燃油車嘅趨勢裏邊，豐田有氫能車，具潛力可以突圍，但其他車廠喺開發氫能車就比唔上豐田，只好由燃油車轉為純電能車。喺呢個範疇嚟講，日產就比較佔優，而本田嘅氫能車同埋燃料電池車技術喺現階段仲未普及，仲未可以判斷可唔可以為公司帶嚟可觀嘅收入。研發具競爭能力嘅純電動車係日本車廠嘅重要課題。喺呢一度就介紹一啲純電動車嘅基本構造。要有效咁樣大量生產電動車嘅話，採用 ESL 系統就最理想。ESL 係電動車嘅核心組件，主要由4個部分組成。第一就係儲存電力嘅電池，第二就係控制電力嘅變頻器，第三就係將電力轉為旋轉力嘅摩打，第四就係將摩打嘅旋轉適當減速，並且傳遞至輪胎嘅變速箱。ESL 嘅優點就係減低生產成本，同埋實現小型輕量化。成本下降就影響車輛嘅售價，進而可以增加銷量。而小型化就可以增加座艙同埋行李箱嘅空間。另外，重量較輕嘅話，亦都有利延長續航里程。純電動車最大嘅弱點就係續航里程比引擎車短得多。例如日產嘅凌風 Nismo 版本，根據一啲實測嘅結果，喺夏天充滿電嘅話，可以行到280公里，冬天就可以行到250公里。以日本為例，由東京行高速公路去大阪嘅話，距離係520公里，途中就一定要叉電。要叉滿晒電嘅話，要成10個鐘，根本就不切實際，或者就要選購大容量電池版本。所以喺技術上，純電動車仍然有改善嘅空間。但喺日常嘅生活圈裏邊，每晚返屋企叉電嘅話，純電動車基本唔會遇上充電唔夠嘅問題。雖然喺技術同埋充電站等等基建上仍然有問題，純電動車仍然有一定嘅市場。本田第一款推出去零售市場嘅純電動車Honda E，自2020年10月推出以嚟，銷售成績就麻麻地。包括 Car Sharing 等等車隊銷售在內，3年累積嘅銷量，日本就大概1800架，歐洲就有1萬架。呢啲銷售數字就表示喺市場就冇乜競爭力。即使去到今日，喺路面都好少見到呢一款車。僅僅推出咗3年幾，喺2023年12月，本田就宣布停產呢一款車。本田喺2024年10月公布咗，預計喺2026年起全球市場推出新款電動車 Honda 0系列嘅新世代技術，同時亦都宣布旗艦車款 Saloon 將以接近概念車嘅形式於2026年先喺北美發售。Honda 0系列係從零開始構思打造嘅全新電動車系列，以專門開發嘅車輛架構做核心。到2030年為止，Honda 0系列計劃喺全球推出從小型至到中大型等等共7款嘅車型。暫時本田可以憑自己實力研發新款純電動車，但講到去長遠嘅發展，尤其係2030年之後，
同日產作經營統合係有佢嘅好處。頭先介紹咗生產純電動車嘅組件，但係呢一個只係局限於硬件嘅技術。就算冇接觸過 Tesla， 都可以知道純電動車嘅 software 比引擎車更加完善，功能亦都豐富，而且仲可以 update， 有啲似智能手機。擅長研發 software 嘅公司紛紛加入純電動車市場，例如智能電話同埋家電嘅公司小米，而美國嘅 Apple 亦都曾經發表過概念電動車。以 software 為核心嘅設計，控制車輛嘅性能同埋提供各種功能，稱為 SDV（Software Defined Vehicle）， 中文就叫做軟件定義車輛。喺推出 SDV 嗰陣時，要先開發 software， 賣咗出去之後，仲要不斷去維修同埋更新嘅 software， 即係代表研發費用大增，加重咗車廠嘅負擔。另一方面，純電動車嘅車廂就成為咗享受嘅空間。提供更舒適嘅環境同埋娛樂功能嘅 software 會成為車廠嘅新收入源。仲有自動駕駛，亦都係由 software 去控制。發展 SDV 可以講係必須嘅。呢啲技術特別喺美國同埋中國發展快速。例如以 Tesla 同埋 BYD 嚟講， SDV 已經成為咗標準嘅配備。例如 Tesla 就提供 Premium Connectivity 嘅月費計劃，收費每個月990 yen。可以享用天氣同埋交通資訊，仲有視像、音樂等等嘅娛樂。SDV 嘅市場規模喺2022年大概有356億美元，預計未來將會持續保持近20% 嘅年增長。去到2030年，雖然各個調查公司嘅預測數字唔相同，但係保守估計至少會增加去到2000億美元。而美國汽車研究公司華資汽車更加預計可以去到5100億美元。要打進去到 SDV 市場，就要有優秀嘅研發團隊。車輛 software 嘅開發需要以幾千億日元以上嘅投資規模，即使係大型車廠，單一公司要獨自承擔，亦都唔係易事。為咗創造同巨額投資相應嘅收益，同時提高服務價值，需要增加用呢一個 software 嘅車輛嘅銷量，所以銷量規模就越嚟越變得重要。日產以高技術馳名，已經長時間研發咗自動駕駛，而且喺電動車累積咗多年嘅經驗，只係車款比較舊同埋少。本田就擅長引擎技術，更加喺國際大賽裏邊取得好嘅成績，亦都擁有燃料電池車嘅技術。但主力車款以輕型車為主，其他車款就比較弱，現階段都有互補嘅空間。以上係業界嘅分析，而本田嘅三部敏宏社長就表示，software 嘅開發費用唔可以睇少，而且喺 software 嘅領域裏邊，車輛嘅數目就係關鍵，有一定規模銷量先至可以確保利潤，所以同日產合作係有意義嘅。日產除咗有比較成熟嘅純電動車經驗，可以幫助本田研發零系列，另外喺日後嘅 SDV 市場，同日產甚至同三菱合作，可以共同研發 software， 加快速度同埋減低成本，加強市場嘅競爭力。日產面對住台灣嘅鴻海可能會乘機收購，同本田加快合作嘅步伐，由原來嘅技術合作提升至到經營統合，而家就協商緊。兩間公司預計透過經營統合，可以將營業利益提升超過1兆日元，但可唔可以超越各自嘅利害關係嚟執行改革，仲有一大堆課題，所以有可能唔會實現，打回原形。汽車市場實在難以預測。就世界潮流，預計市場會一面倒偏向電動車，但係事實就同預測唔同。電動車嘅普及就比預期慢，反而日本擅長嘅混合動力車喺北美就造成咗潮流，因為部分用家已經用過電動車一段時間，實測咗電動車有咩好有咩唔好，發覺冇預期之中咁方便，因為充電站唔夠，而且喺日頭要充電嘅話要等長時間。例如每年趁長假去遠嘅地方旅行，電動車就要中途叉電，根本不切實際。加上生產同埋廢棄過程裏邊並唔環保，消費者意識產生咗改變，邊個都估唔到混合能源車會再次流行。
如果要生存落去嘅話，車廠就要進行多方面發展，按市場需要投入適當嘅產品，混合能源車、電動車、輕型車、SDV、自動駕駛車，各款車都有可能突然掀起潮流，要密切留意日產、本田同埋其他車廠嘅動向。